俄军的攻势呈现衰竭的态势。英军总参谋长称，俄罗斯最多只能吞并乌东，战争会越打越冷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日，乌克兰方面称，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北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发动强攻。与此同时，俄军正在扫清从别尔哥罗德到哈尔科夫的道路，乌军损失惨重。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格·西涅古伯夫证实，该州31%的领土已经被俄罗斯控制。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的攻势也正在稳步推进。很显然，俄军的野心不仅仅限定在顿巴斯地区，而是可能为第3阶段的作战任务打基础。不过，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近日表示，俄罗斯已在乌克兰的战争中遭受战略性失败，在历经近4个月的交战后，战力已被削弱，只能蚕食小块领土。《每日邮报》的报道称，拉达金的判断是，俄军在快要耗尽部队和先进导弹的情况下，将再也无法占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。西方领导人最近也开始改变其焦急的态度，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将升级到先进防空系统、重型武器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加大在乌克兰战场的赌注，以避免俄军大胜的结局。俄乌现在的交战主要表现形式是堑壕战和炮战。俄军想避免大量人员伤亡，放弃装甲力量的突进，不再追求速胜，这主要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。俄罗斯也认识到战争将进入长期化，只有打一场低成本的战争才能消耗得起。有人说，持久战才是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战争形态。其实这不够客观，因为战争长期化必然会导致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。普京承认俄罗斯通胀率现在高达17%，也超过了任何的西方国家。就算俄军的损失不像英军总参谋长所说的那么大，也不会太小。俄军越来越打不动，恐怕也是真的。俄罗斯现在耗着打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战争会导致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暴涨，这对俄罗斯的外贸出口有利。另外，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对俄乌战争的厌战情绪，在对乌援助上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有统计显示，真正积极援助乌克兰的国家是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，而不是欧洲大陆上的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等国。对于俄乌战场上的迷雾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战局的变化，但是乌克兰拒绝谈判，仍在幻想用西方的武器装备实施反攻，说明对战局仍有信心。乌军最近公布的武器装备损失比例较大，泽连斯基访问南部战线时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乌克兰军队现在还没有表现出要投降的迹象，战争仍然存在着变数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，供应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可能会让乌军有机会重新控制顿巴斯地区，并且不排除在此情况下冲突持续数年的可能。在俄乌战场上，拥有主动进攻能力的是俄罗斯一方。如果普京判断继续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仍无法把泽连斯基推向谈判桌，就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，在乌东战场结束后，俄军可能转变为巩固已经占领的区域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进攻和防守端付出的代价差距非常大。如果俄军已经达成了其基本的战略目标，那就存在着转变战略攻守的可能。如果俄罗斯决心要消化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，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期。对于俄乌冲突的结局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双方签订和平协议的可能性。如果普京不放弃肢解乌克兰的诉求，就不存在泽连斯基同意和谈的条件。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战争打到双方都打不动为止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无和平协议停火才是最有可能的结局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